你知道这个人有可能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死亡商人卡尔里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听过卡尔里或是李方伟这号人物吗？没有听过其实很正常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听过。但如果你把这个名字拿上网 Google， 就会发现这个人不只是个通缉犯，他在 FBI 名单上面的悬赏金额更高达了500万美金。这位来自于中国的神秘军火商呢，20年来都被西方的政府与情报机构视为是世界上面最危险的人之一。美国指控他长期走私军火给伊朗，是伊朗武器原料的最大供应商。在他的帮助之下呢，长期被国际制裁的伊朗飞弹技术呢不但进步神速，与以色列等周遭的国家的冲突不断，就连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都是伊朗给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援。另外也有消息指出，卡尔里呢甚至暗中的帮助伊朗发展核武，若有不慎甚至可能会引发第3次的世界大战。但是即使各国的专家已经追踪卡尔里很多年大家还是始终没有找到他。直到今天呢，他的走私生意依然持续的进行。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追猎死亡商们》这本书，就是由4位曾经亲身投入追查卡尔里的记者们合著的作品。书中记录了他们跑遍世界，与各国的情报单位人员会面，调查卡尔里的过程。卡尔里究竟是谁？他有多么的危险？大家为什么就是抓不到他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之前我还帮网友问，你瘦那么多会怕复胖吗？我觉得复胖其实是一定会的，因为复胖后来我的理解就是跟压力还有一些荷尔蒙的波动是有关的啦，所以我最后就是接受它就是会有一点起伏。像我年初就是很容易复胖嘛，因为尾牙然后冬天你的饮食比较容易吃到比较油的东西，所以它就是容易变胖。重点还是不要因此就放弃吧，反正你胖回来了，那之后认真的恢复我原本的生活，那其实就好啦。那你遇到这个状况你都怎么做？在我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来来回回之后，我现在就有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方法，然后我把它叫做40-40原则。每天我都是做40分钟的走路，再加上40分钟的运动，这可能是重训或者是小跑步这种的。40-40的好处就是它是用一个最小的阻力方式运动，认真做了几个礼拜之后呢，最近这个 InBody 的数据甚至来到这个生涯的巅峰。很强我也要。你不要直接试，因为做所有的尝试之前，其实一开始还是要先了解一下你自己的荷尔蒙状态。我会比较建议你去做一个荷尔蒙的检测，你才可以抓到现在最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是什么。这个东西哪里做？身边有很多人问，然后我真的都会直接推荐他们去出日，他们会针对你的状况做一些分析的检测，客制化设计你这个饮食的规划，1对1咨询肌肉训练、营养品之类的。适合我的方法是不一定适合大家的，如果你自己有需求的话，强烈建议大家自己去试试看。我也会把他们的这个问卷呢放在资讯栏的地方，大家欢迎直接点击去预约。根据 FBI 提供的资讯卡尔里本名李方伟，他1972年9月18日出生于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外形上面呢，卡尔里的身高170公分，体重大约68公斤，鼻子下面呢有个类似痣的胎记，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我们也知道这张照片看起来超模糊但可惜的是，这是目前唯一一张卡尔里有被公开的正脸照。美国政府指控呢，这位神秘的中国商人从90年代开始，长期的走私军火给受到国际制裁、无法透过正规管道购买武器的伊朗，间接的导致中东地区战火不断，是世界冲突的幕后推手。而且更让大家头痛的是，卡尔里从事这行已经超过了20年。美国也早在10年前呢，就以违反国际禁运规定起诉并且通缉卡尔里，并祭出与抓捕宾拉登毒枭艾兹古兹曼同等级的高额悬赏金500万美元。但是一直到现在他的行踪却依旧成谜。情报单位都形容卡尔里就像是幽灵一般的存在，来无影去无踪。不过如果是从事国际贸易，总会有这个货品出货资金往来的金流可以追踪吧？卡尔里是怎么样做生意的？为什么大家都追不到他呢？关于卡尔里如何跟伊朗进行走私贸易这边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2块来说明，那就是他卖什么以及如何卖。首先呢，说到军火商，很多人应该会直觉想到，不就是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贩卖各种现成的武器吗？确实有很多的军火贸易是这样子没有错，但卡尔里并不是这样玩的。现职美国防扩散研究中心的专家史都华就指出，卡尔里贩售的这个商品呢，既不是机关枪，也不是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本人，而是用来制作武器的关键零组件，像是石墨纤维碳纤维、铝材、陀螺仪等等。乍看之下呢，并不太引人注目。这些材料平常呢可以用于制造民生用品，像石墨呢可以做铅笔，碳纤维可以做这个脚踏车轮框，而陀螺仪呢则是手机里面常见的感测器，主要用来侦测这个装置的翻转。另外
呢，也可以用于导航啊，还有防震等等的功能。不过，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呢，这些材料其实也都是制造武器的关键物资。比方说，飞弹制造商呢可能会需要石墨这种能够抗高温的原料来制造像是火箭推进器之类的设备。碳纤维呢可以减轻这个飞弹外壳的重量，让飞弹飞得更远。至于陀螺仪呢，则可以用来感应飞弹在航道上面的方位。也就是说，同样的原料，但买家是谁，要拿来做些什么，成果都会有很大的差异。那么在知道卡尔里都在卖些什么之后呢，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偷卖给伊朗，但又不会被国际给制裁呢？首先，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一般国际制裁的运作原理。以美国为例呢，当政府列出他们要制裁的对象之后，美国银行就会把他们列入黑名单，让他们无法交易。所以根据书中的解释卡尔里躲避追击的手法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当他发现自己被盯上的时候，就会赶快换一个身份，换一间公司，申请新的银行账号，然后继续的跟买方交易。比方说，根据调查人员破获卡尔里跟客户往来的电子邮件，他们就发现卡尔里曾经透过 A 公司贩售货品给隶属于伊朗国防部的一间工业公司。但是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A 公司疑似被美国列为黑名单。卡尔里担心客户要支付货款会遭到银行的阻挡，于是他就写信跟伊朗的买方说，这笔订单呢会换成 B 公司来收款，但他保证货物的品项、数量跟交货日期都不会因此变动。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卡尔里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躲过美方的制裁。不过就算是这个样子，卡尔里要做生意，总会有个公司跟存放货品的厂房吧？那如果追查他的公司地址，会不会更有机会找到他本人呢？理论上是这样子没有错。情报单位呢也确实发现，卡尔里所创立的这几十间公司呢，地址大多数都在中国东北的大连市。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帮忙协寻，那大家或许就能够把他绳之以法。但以结果来看这条路显然也不管用。曾经任职美国国防部与 FBI 的分析师阿诺德在受访时指出，长期以来呢，只要美中政府代表有会面，卡尔里一定都会是美方会谈到的关键字，但双方始终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比如说呢，美国国务院也就是外交部呢，曾经把卡尔里的公司情报、走私证据提供给中国，希望他们帮忙找人。那账面上面来说呢，中国政府都表示他们有去调查，但每次的结果呢，却都是以找不到人结案。然后同时呢，卡尔里的货品却还是畅行无阻的不断从中国出口到伊朗。那关于这点作者们认为呢，考量到中国政府的集权背景以及对民间的严密监控，中国方面如果真的有心要找人，实在不太可能找不到。他们怀疑中国政府可能是根本故意不想找，默许卡尔里的走私生意。另外呢，作者们还跑去查询卡尔里名下的公司在中国的法庭记录，他们也发现他其中一间公司呢，曾经跟南京的某公司有过法律的纠纷。当初卡尔里想要跟对方订购一款可以用来做这个飞弹原料的特殊机器，转卖给伊朗的公司，但是这间南京的公司呢，担心这个交易会违反出口的法规，所以拒绝交易。然后卡尔里就跑去告他们，而且卡尔里还胜诉了，法院要求那间公司必须出货给卡尔里。外人很不解的是，其实被告的担忧很合理，出售这样子的产品确实有风险，但最后判决呢，却似乎总是对卡尔里有利。对，类似的这个法律纠纷并不只有一次。所以调查到这边呢，作者们就推测中国政府跟卡尔里的关系应该是还不错。但假设真的是这个样子，中国政府到底为什么要处处偏袒他呢？书中提到，根据中国外交部给出的资讯，卡尔里在经商之前呢，曾经当过中国的政府官员。那或许就是因为他在共产党内呢有一定的人脉，所以做起事来会比较的顺利。再来，德国学术及政治基金会的中国专家斯坦泽尔指出，卡尔里的走私生意呢，某种程度上面或许也是在帮忙中国政府做外交。毕竟，至少就台面上呢，中国官方对于伊朗发展像是飞弹啊、核武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采取反对立场。但如果我们回顾中伊两国的外交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与伊朗的伙伴关系一直非常的紧密。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就一直支援着伊朗发展武器技术。即便呢是在伊朗受到联合国制裁之后，中国对于伊朗出口却不减反增，其中又以机器跟工业产品为大宗。因此，斯坦泽尔分析认为透过卡尔里以私人企业的名义跟伊朗贸易，中国或许可以跟西方各国保持表面的和平，但私底下仍然继续的支持伊朗。最后，斯坦泽尔还补充中国之所以不交出卡尔里，或许是因为如果伊朗持续的拿到卡尔里的武器原料，让他们壮大的话，西亚地区的局势就会让美国觉得头痛，这样他们或许就没空去跟中国竞争，甚至是介入台海的争议。换句话说，作者们推测呢，卡尔里的生意或许正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不过，以上这些终究都只是假想而已。为了证实卡尔里跟中国政府之间真的有合作关系，他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证据。
为了深入追查卡尔里跟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他们双方有没有合作，作者们呢也多次的飞到中国，想要依循着卡尔里开过的公司试图找人。但是来到现场，他们却发现这些公司的地址大多呢都对应到当地破旧的民宅公寓，住户们一听到卡尔里的名字也是一问三不知。于是作者们呢又想到另外一个方法，他们试图透过公司官网上面提供的联络方式，一连试了好几支手机号码，终于电访到了自称是卡尔里弟弟的李方东以及这卡尔里的律师李方春。而根据这两人的说法呢，卡尔里似乎已经被中国政府制裁入狱服刑了。但是很可惜的是，作者始终找不到更多的相关资讯证实这样说法。因此呢，对于卡尔里现在人在哪，他到底有没有被逮捕入狱，这些问题呢，书里面都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在研究这本书之前呢，我们虽然都知道有军火商以及军火工业的存在但却不知道原来在这个产业里面还有个这样子神秘低调却危险性十足的人物。而在这本《追猎死亡商人》里面，4位资深的得奖记者们为了追查真相，不但走访了欧美各国以及以色列，与多国的情报人士会面访谈。为了找到卡尔里他们甚至还不止一次跑到中国，这也让我们不禁担心，他们就这样子去到在新闻自由指数中世界排名倒数的中国，会不会在途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那好险作者们最后不仅平安的归来，还把4年来的这个追查记录写下来出版成册。那虽然没有让人大快人心的结局但整个追查的过程还是非常的引人入胜。如果你对细节有兴趣，这边也推荐你可以亲自的去看这本书，支持好书跟出版社。那好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卡尔里跟武器交易黑市的主题。我们原本也觉得呢，没有抓到他实在太可惜了。不过换个角度想，像卡尔里这样的供应商呢，都是因应需求而生的。换句话说，只要这个世界还是有战争的需求，这种军火生意就会一直有人做。这条死亡产业链呢，恐怕也会一直存在。想来其实也是蛮无奈的。不过虽然现阶段我们还是很难去阻止这些走私贸易的持续发生，但我们认为扩散讨论这样的资讯还是很有意义的。以我们的角度来说，从卡尔里的故事，我们至少可以更稍微的去理解到原来军火商平常运作是怎么样一回事。它虽然没有像电影演的那么夸张或神秘，但一样是这种军火生意对于世界局势的影响重大。尤其现在全球的经济跟和平往往都是牵一发就会牵动全身，所以呢，台湾也很难置身于事外。另外，透过讨论国际制裁的漏洞出在哪边，或许也有机会让更多人一起思考我们还有哪些防堵的方式吧。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在听完卡尔里的事迹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吗？他可以躲得这么久背后呢一定有高人指点，甚至是有人帮忙掩护。比如我觉得美国超弱那种制裁方式根本就超容易被破解的。至于他谁不是重点，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个像他这样子的人。至于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追猎死亡商人。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呢中国强迫劳动以及核武竞赛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